朋友们，如果某件事、某个人让你心里很难受，怎么也过不去，该怎么办呢？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呢？好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一个番茄是怎么成为番茄的？是种子、土壤、水分、阳光等诸多的条件而成。所以番茄没有本体，只要中间一个条件不足，就没有它。那接下来番茄会不会一直都是番茄呢？不会，因为我一张嘴把它吃了，它就没了。我放在这里忘记了它，就会腐烂，被工厂收走，它就是番茄酱。由此它不能主宰左右自己。所以番茄无定向，无停留，无自性，无可得，这就是空性。番茄是这样，那我们的财富、情感、身体等世间一切现象是不是同理呢？当然。所以见空性是根本，从空性中生出的慧力叫无上般若，安住在空性中生出的见解叫无上正见，安住在空性中产生的定力是无上正定。凡夫和圣人呢，只隔着一层纸，那就是了悟空性和没有悟空性的区别。凡夫沉迷在外境，被世界所转，所以烦恼痛苦不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外境本身无常，时刻处在变化生灭之中，因为这都是空性中缘起的有为法，只要沉迷其中，必然是烦恼和痛苦。那如何从这解脱出来呢？那就是了悟空性，人性空，法性空，心性空。佛家呢，把内外世界划分为18界，也就是6根、6尘和6识，分别是眼耳鼻舌身意、色声香味触法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这些加起来呢，组成了18界。举个例子，眼根向外看到的一切的形色、形态、器物、有形、有色等叫色尘，也叫色境。色境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假象，都要经历成住坏空或者生住异灭的过程。由于我们被头脑里的认知和图像局限住了，其实这些事物是瞬间生死的，一切有为法都是生死业。用生死大家可能很容易误解，说到底其实是分合合2种作用，如同把生灭的过程延续了，生就是灭，灭就是生，生灭相续的过程就是变化的过程。其实这个过程是相对而言的，当执着色境的一切就自然会起烦恼，因为它随时在变，不能如你的意愿。如果你不执着它，只是享用它，这个心境一变就没有烦恼了，也就能活在当下，一切如过眼云烟，而闭上眼睛看到的就是无形无相的空境。在这个空境中所升起的一切都是妄想、妄念，都是执着的相，这些内相更是梦幻泡影，更应该看空它，把眼睛当成相机，对外对内都不着相，空空如也。向外是外境，向内是内相。外境在心中所呈现的影像叫相，外境过去了，心里还有影像，那是记忆中的相。真正的相是当下的，脱离了当下都是你脑子里的相留下的记忆和名词。外境在心中呈现的相，也就是眼睛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相。这就如同相机永远不可能是景色本身，而是景色在相机中的相。比如说给我拍照片，从我正面拍一张照片，从我后背拍一张照片，从我左边拍一张，从我右边拍一张，任何角度你可以拍无数张照片。那请问前后左右这几张照片是不是都不一样？但是我们知道这拍的肯定都是一个人。那为什么相片不同？因为相片是2维的，所以你换了角度，它拍出来的结果就是不一样。但是作为3维的人看出来了，这不是那水吗？
用2维的成像技术去给一个3维的事物拍照的话，无论是在什么样的角度、什么样的距离，它拍出的结果其实都是一个结果，都是那一个人，但是成像各不相同，它并没有显示出来全部的信息，成像上只体现了局部信息，因为它的能力是有限的。比如说人体是3维的，但是相机是2维的，少了1维，它能够获取到全部信息吗？肯定获取不了。还有一个品质上的限制，都是给一个人拍照，拿单反相机去拍跟拿一个几百像素的摄像头去拍能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它的成像单元也不一样，结果不一样。而这种关系就跟众生去看待这个世界是一样的。想想我们的眼耳鼻舌身，眼睛是全息的吗？我们能获取到全部信息吗？先不说3维4维的问题，就说2维，我们眼睛能够看清整个世界吗？肯定看不到，我们只能看到从红到紫。红外看得见吗？看不见。紫外能看得见吗？看不见。能看到量子吗？看不见。别说看量子了，连细胞都看不见。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全面吗？不全面。更何况眼睛是2维的，它不是3维的，也不是4维的，受维度的限制。耳朵也受限制，鼻舌身都受限制。好，相机拍摄叫照相，我们眼睛所到之处看到的叫色相，照过去后心里留下的影像就成了幻想和记忆。你昨天交了一个新朋友，今天在脑海浮现他的样子，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当下的限量镜了，而是昨天的像延续到了今天。人不在你眼前了，但他的像还在你脑海里，也就是业种子储存到了阿赖耶识中了。以后再看到那个人就能认识他，他又会浮现在你眼前。为什么你会反复想起一个人呢？因为我执的作用。如果没有我执的作用，那过了当下你就永远不会再想起那个人。眼根接触色尘就会升起眼识作用，这就产生了知觉、认识、识别作用。眼睛只是取景，没有分别作用。当我们环顾四周毫无分别的时候，在你眼里只有形色，不会喜欢这个，讨厌那个。这个时候外在一切都是一片形色，这是眼睛的本能作用，而意识马上分别了。这是山，那是水，那是树木。意识管分别山、水、树、概念、名词、分别作用等等。这个分别作用是意识在管。山、水、树分别出来了，可还没有好坏、善恶、大小这些对立概念。然后不同的人看到就产生了喜好。我喜欢那条河，我不喜欢那棵树。我觉得那个山挡住了我的去路，讨厌它。这就是加了我的作用，已经产生了情绪了。因为有我执才有喜好，无我哪来的好恶呢？本来山川河流和我没有任何关系，只是我们主观对它们建立了联系和判别，就因为加了我执就产生了喜好。这就是第七识末那识的作用。本来我们的眼睛和相机一样是指照见当下的，看过转眼就想不起来了。可是当看过之后，色尘的种子就种到了你的阿赖耶识中，也就是在八识田中储藏了记忆。有了记忆种子就会反复，那个山川河流还可能再一次在你眼前出现，你还能认识它。再一次遇见就立马知道你上一次看到过它。这就是种子生现行，有记忆存储，遇缘则现。也就是凡是你看到过的色尘境都储存到了阿赖耶识中，形成了种子，这就叫造业了。用现在的一些话说，就叫数据、信息。因为造业，所以才会有记忆、着相反复出现等等。
不造业是不可能的，造业了，执着它就不善了。你看山就是山，看水就是水，看树就是树，无所谓好坏、善恶、喜好等等，这些对你来说是空幻的色境，你内心毫无烦恼，这就是善的。如果你一起烦恼、执着，即便你看了山水，也是造恶业，烦恼业种下来了。看了一朵花，生了喜爱和讨厌，这不就是造业了吗？你不光种了花的记忆，还加强了喜好和讨厌的种子，这就叫造业。这个业并不会无缘无故消除，而是在你生命储存器中永久保留了，未来还会不断重复出现。为什么说了悟空性才是根本？因为了悟空性后，始终安住在空性正见中，看就是看，听就是听，看过了也就过去了，听过了也就听过了，这种自然自如的状态就没有什么烦恼。虽然种下了业种子，但是这个业种子是清净的种子。造业是一定的，但是业的好坏是心决定的，所以造业不是外面的事情，造业完全是你内在的事情。只要偏离了空性，即便做善事也成了造恶业。善恶业根本上是由心决定的。达摩祖师说过，心空则业障空，心空了，业就无处依附，心空了，就不会着相，造的业也是清净的。因为在空性中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执着、烦恼、善恶一说，一切都是当下的，都是清净的法相，清净的业种子。业的善恶是心决定的，和外境无关，外境是处缘，18界都是一样。破掉这18界的边界，没有分别心的看待这世界的一切，就是圆通的境界。六根和六尘都是清净的4大构成的，本质上没有区别的，都是一体的。60是幻境，感觉、认识，也是幻象，如梦幻泡影。只有空性才是绝对的真相，其他空性中缘起的假象，都是你60中的幻境而已。六根、六尘和60无分别，无分别不是不分别，而是它们本就是一体，就如同树根、树枝和树叶的关系，脱离了谁都不成立。比如没有眼根，我们就看不到任何的色尘，也产生不了眼识。没有色尘这6界，我们又何来的身体呢？没有60，我们如何体验这大千世界的形态、声色、感觉呢？所以这18界是一体。明白了这18界是一体的，就明白了这个宇宙时空是完整的一体关系。就如同不同的机器人最终都是由一堆数据合成的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